Hello，腾讯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若楠。你是怎么理解温以凡这个角色的？我也看到很多各种声音。其实我想说，以凡是一个成长型的人，他是因为他从小经历过很多不好的事情，导致他在前期他是一个对这个世界他是有那种防御感的，就是他经历的这一层一层的这些苦难，到底哪一个是最伤害他的？我后来会觉得妈妈的不断的抛弃对他内心的打击非常大，他其实已经接受这样的是个事实，他也习惯，他其实就跟你们保持距离，但是直到他妈妈说姐姐的爸爸不是星星的爸爸。嗨，星星，姐姐的爸爸不是星星的爸爸啊，星星不怕。我觉得那一刻对他的打击真的太大太大了。就是我是角色的话，我说我的爸爸不是人吗？你要这么对待他，这个伤害很大。导演有说过你希望把他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或者说他希望的温以凡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主？坚韧的、坚定的，其实还有一些飒的一面。那其实大家会觉得哦，好像现在看过去都是淡淡的。我觉得大家再给他一点时间，再往后看一看，去了解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是这样。会有这样的人对待一切事情就是淡淡的，这个角色跟这个世界中间隔了一层膜，我不允许世界外面就是这一层膜之外的人进来，我也不会出去。但是呢，我也在好好生活，只是这个生活我也不追求要过得多好，我只是正常过完我的人生就好。在遇到桑延之前，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了我，尤其是妈妈在看到我受伤害之后也是走掉，我觉得哇，就是那种深深的无力感。跟温以凡有没有相契合的地方？就是我性格里有非常无所谓的一面，就是我对待很多事情我就无所谓，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无所谓放在他身上适不适用，就是他也是那种都可以，行啊，就是这样。然后说我们相似点，都很坚韧吧？坚韧算是一个吧。我们俩其实性格上太不同了。还有没有勇敢算吗？南红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作品嘛，当时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第一的反应是什么？紧张非常大，大到就是可以盖住我心中可能会有一些开心，但是已经就是被这个紧张笼罩了。对，就是一个如此关注度高的戏，大的戏给到我能去做好它吗？这个角色本身也是命途多舛，会觉得这个角色其实难度也很大吗？难度是肯定大的，整个东西它是很细节化的一个角色，有的戏可能是情节很就是高高低低啊，或者是很有戏剧性，但是我们这个南红其实就是比较细水长流，它这种度怎么去把握都是一种挑战。那为了演好这部剧有做一些提前的准备之类的吗？肯定是要看小说，听有声小说，看剧本，跟导演沟通了，然后学芭蕾舞。南红开播之后嘛，你自己有实时追剧吗？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弹幕或者热搜啊之类的？因为我看剧不开弹幕，对热搜的话，我就有看到温以凡床单，对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导演选在这样的场景，我觉得是很快速的能够让观众进入到温以凡的世界以及他现在所处的环境。张若楠好美呀，让我眼前一亮又一亮，白月光之类的。对于这些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谢谢导演把我拍出人生镜头了。对，导演的镜头下的温以凡确实，谢谢导演。之前露兔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神图嘛，你有看到关注到吗？神图是就是很美的照片啊，肯定是会刷到一些路透。对，一直被大家夸初恋脸啊，校服是你的统治区，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就是谢谢大家给出这样的一个评价。自己日常的私服一般喜欢什么风格的呀？松弛的，就是舒服的，喜欢穿卫衣，就是休闲的多。那你喜欢今天这身 OOTD？ 我很喜欢啊，很提气的感觉。温以凡跟桑延的双向暗恋嘛，然后让很多人很磕的很上头，大家也说这是顶级重逢美学。哪一场戏让你觉得特别上头？就是桑延过年的时候回到出租跟温以凡一起过年，然后他给他煮了面，然后里面还有水饺。以凡的内心有一句 OS 就是说，托你的福我也吃上水饺了。这么多年来他过年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然后桑延两个人重逢了以后，让这个年变得不一样，让我也不再孤独，我也可以吃到水饺。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马上泪目了，好替他开心，也很心疼他。大家也都说你的哭戏特别有代入感跟破碎感嘛，然后不像是演的，就是共情了温以凡。在很多走戏的时刻，包括有些剧本上没有提示要有情绪戏的，你在演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你自己都没有意识的就有了那样的情绪，确确实实是很喜欢他，很爱他。大家
了解了他的故事以后都会心疼他。演哭戏破碎又好看，有没有什么诀窍之类的？导演拍得好。难道没有这个天生丽质，所以美人落泪，大家就会很怜爱？哎呀，姐姐你可不兴那么说。还有人说，就是张若楠一哭，好像全世界都错了。哦，这个词儿我是有看到，对。那你生活中会在什么情境下哭的很伤心吗？我其实泪点没有说像那么低吧，我觉得平时也不太爱哭。对，最近一直哭就是老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刚开播的时候看到一些大家说哎把这个角色演得挺好的时候，我就瞬间一下哇哇哭出来了。对，我觉得这种认可对我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观众的认可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就是被鼓励到了，就很开心。开播之前都蛮紧张的。对，原著中有一些台词比较让大家关注，比如什么我渴望有人至死都爆裂的爱我嘛。那在说这种台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害羞？剧里面的设定是我在看书的时候念出了这句台词，就还好。在演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些台词有点羞涩？有的，就是两个人最后告白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句叫那现在我们俩就是两情相悦了。对，那个有一点挺害羞的，后来回去看的时候。有人说这部戏有青春伤痛的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词吧，我觉得观众老师们想要用什么角度去看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那你自己觉得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你还记得就是跟白敬亭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样的情形吗？我记得的是一次工作的场合，哥记得的是应该我们在去看首映礼《飞驰人生》首映礼见到，应该是那次应该是第一次见。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之前没有见过，光看网上就觉得哥是一个很幽默很有梗的人。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短视频啊或者影视剧有吗？夏至未至很多戏。对，对他的网络印象和现象有这个出入吗？其实都还好，会觉得哥是一个，反正他很认真。有没有两个人相处或者一起演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拍着拍着，我们俩越来越有了那个默契。有的时候经常我们突然蹦出一句词儿，剧本以外的，然后哥蹦出一句，我们俩可以自然的接下去。包括我刚刚说的那场情绪戏，自己然后就哭了又擦眼泪，说没事没事，一直在保持在戏里。哥也是很自然的就接住了，我觉得这个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让这场戏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反应。可以来评价一下他对他的那什么样？哥就是很认真很专业，然后他也很幽默很风趣，然后很谦逊的人。那大家都觉得你眼光很好，很会选剧本嘛？你一般挑剧本的话，这个考虑什么？没有吧，观众真的对我比较就是宽容。我觉得其实我早几年都是比如说是公司会觉得哎哪些适合你啊你去啊，这种偏多。现在慢慢的自己也会看剧本是最重要的。在网上的人气也一直很高嘛，粉丝也比较多，然后就想问一下你怎么理解女艺人跟花粉之间的这种感情的？我就非常的能理解粉丝想要就是去看到你的最新的动态啊，关注你啊，就是关心你。那粉丝的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很大的鼓励，大家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有的时候为你说话，有的时候看到粉丝朋友们不远千里的来到你的工作地方，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又要花这样的金钱也好，时间也好，然后又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危险。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在更好的时候去更好的见面，我不希望大家就是去为了我去浪费自己的时间。Hello， 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若楠，是一个非常不内卷、非常的洒脱的女孩。我们都就是容易自洽吧，我是跟她一样比较躺平。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故事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节奏吧。他都还没有享受现在呢，怎么去聊未来啊？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当下立马去做，不要留有遗憾。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当时刚看完那个《凡人歌》这个剧本和了解完角色之后，觉得最吸引的地方会是什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剧讲了3个不同年龄段的3对人的面对生活的一些困境啊，面对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很写实的。出于角色的话，我是觉得我的角色很有魅力，是一个非常不内卷，然后非常的洒脱的女孩。她的这些经历和那个故事有没有什么引起你的共鸣的地方呢？
就是他很做自己，对，这个我就很共鸣，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真的应该要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要尽情做自己。而且他的价值观就是，反正他很能坚持自己，也是。对，他是主意非常正的人，很果敢，然后不是太会被牵着鼻子走的人，非常的有自主性。这个女生，那你觉得这些地方和你自己会像吗？我还是比较就是听长辈啊，或者是前辈给我一些建议，我还是比较会听取一些。那我觉得小月可能是因为她从小父母离开的早，非常非常独立，非常非常有自主性。对，主意就是刚刚我说她主意很正，我不会轻易被你改变。对，这一点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很欣赏她的地方，就是她就算就比如说她男友就是想要改变她，但还是能坚持做自己。对，改变不了一点儿。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你玩完了之后，咱俩结不结婚？我没玩过，凭什么结婚？刚刚也聊到，就是她因为和男友的价值观很不一样，你是如何看待这种情侣他因为价值观不一样最后分手的？这个很正常，我觉得价值观不同的人未来一定是走不到一起的。你一开始两个人能走到一起，可能刚认识还彼此有所收敛，你时间一长，你的价值观越来越显出来以后，你其实不同的人我觉得很难走到一起。对，我觉得他们俩分手是比较必然的。那你是如何看待他们这段情感经历的？就在一起的时候挺好的，不在一起的时候也可以过好各自的人生。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我记得应该是36集倒数第2集吧，就是他和那个哥嫂他们两人坐在那个他们那个卤摊那里，然后聊天那一段，就还挺感人的。对对对，那场戏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哥哥跟嫂子说，收获了一个好妹妹。其实对小月来说，也是收获了这么一大家子可爱的人。他是站在哥嫂那一边，他是心疼他们的。相对他们来说，他不是我男朋友的哥嫂，他是已经成为我的哥嫂了，是这种感觉。对，而且其实这部戏我感觉就是看的是会让人挺有共鸣的那种，就挺现实生活的一部剧。我觉得哥哥嫂嫂他们的生活的不易就是挺戳我的。对，也会在跟肖哥，因为我们俩戏比较多，我就会想，我说剧本他们夫妇俩的生活真的不容易，不容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心疼他们。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很现实的一个现实情况，很多人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对，刚刚说肖哥对手戏比较多嘛，就跟其他这些演员大家合作感受怎么样？都非常好，就是桃姐啊、肖哥，他们都是首先他们表演非常好，戏好，然后人也非常有人格魅力。桃姐是很飒的女人，非常的就是飒爽。肖哥是非常幽默、很可爱的就是演员。周华的戏非常非常自然，对，他们搭起戏来，我们俩是比较默契的，我觉得，对。因为其实演过很多类型的角色了，但其实因为之前大家对你的定义可能会说就是这种甜美型，那你自己在那个角色上面会想要有什么突破吗？其实我个人是觉得都挺想突破的，只要角色愿意找到我，愿意有导演或者制片人愿意给我机会，我觉得我都可以去尝试。但其实演员这个行业其实大家也说是一个很被动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怎么样去寻找机会呢？我自己的话，我就是努力演戏嘛，就是把戏好好的演好。我觉得其他的事情想也没有用，也可以不用去想。我觉得只要把工作做好，尽善尽美就好。感觉和李小月这个角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其实是比较贴合。对，我觉得导演一定是觉得有相似的地方才会最终选定我演。我们都不太就是容易自洽吧。个人认为做演员自洽非常重要，你在表演上的自洽很重要，你在生活中的自洽也很重要。是会也像他一样就是随遇而安，或者说佛系一点吧，还是说会更内卷一点？我是跟他一样比较躺平的，我也不太就是容易卷得起来。我觉得就努力做好就行了。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卷或者不卷那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选择。我觉得只要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卷也没有问题，不卷也没有问题，只要找到自己舒服的人生节奏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因人而异。包括我记得你之前好像有个采访里面说，就是每个角色下来其实也会或多或少给自己留下什么影响。那你觉得李小月这个角色有给自己留下什么吗？当然有，我觉得我非常渴望成为她那样的一个轻松自在的人，那么怡然自得。对，我觉得她感知幸福能力太强了。我也祝愿大家可以就是有
感知幸福的能力，积极的去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那你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经能做到这种，还是还欠缺一些？欠缺。我觉得但是我不是说我过分的一定要，我今天必须要开心。我觉得接受每一种情绪状态，然后去接受它，然后也积极的让自己变得积极起来。因为现在其实也嗨起好多年了，就是这几年来，你觉得自己发生的最大改变是什么？我觉得算是越来越稳定吧，我觉得更加从容。刚出道的时候还是小朋友吧，比较莽撞，但现在是已经越来越从容。